章，这就是你要的当啊！阿爹在说什么胡话？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？一点都不精彩。阿爹以后不要再讲了。阿爹没有骗你。我娘是楚都贵女，是大家闺秀，不是什么说墨女将。我阿爹说你是我娘，你是吗？那敢问阿爹，这些年你告诉我关于我娘的故事都是假的吗？我娘出身高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她善写小篆，画花鸟，弹古琴，你会吗？你如果是我娘的话，你一定会写。你现在就写给我看，你写给我看啊！你不会，你这双手只会舞刀弄枪，你只会杀人。你双手沾满鲜血，你不是我娘，我娘不是这样的。阿超，让他说完。我的母亲眉如远山，肤若凝脂，她是世界上最良善、最好的娘亲。我的母亲，即便是死了，也不会抛下我。她如果还活着，也一定不会欺我、骗我。而你，配我？阿超，我说错了吗？这一切不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吗？我娘是楚都贵女，我娘病逝了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呀！还是这么多年，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谎言？到底什么是真的？阿爹口中的母亲是假的，阿爹你病中也瞒着我，到底什么是真的？够了！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是你娘。将军病重，都分不清什么是话本，什么是真的。那既然我阿爹说的是胡话，那你就带着这个没有人要的破东西离开我楚家。你这是何苦啊？她现在不光是你楚灵的女儿，更是大楚长公主。她的母亲不能是一个说墨人，也不应该是我。阿兰，他凭什么替我决定该怎样活着？或许，他只是想要你平安。平安？我活了19年，每天都在思念一个已死的母亲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最讽刺的不是祭拜空坟，而是我的母亲从一开始就选择抛弃我。真正的不爱，连欺骗都是多余的。在我8岁的时候，我母亲送我回了谢家。她跟我说，她一定会来接我。可到最后，也没有等到她。你是想告诉我，他们骗我，
是因为爱我。欺骗分很多种，有人欺骗是为了伤害，而有人欺骗是为了守护。可我需要的是真相，我不需要以欺骗为名的守护，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被保护的弱者。19年，他们骗了我19年。那你知道了真相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继续在这里质问到底为什么，还是回去看看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的阿蝶？阿成，信任不是用来纠结对错的。将军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要浪费时间在互相责怪上吗？没有可是，你已经错过了19年，在这最后时刻，你还想要留下遗憾吗？三舅舅，你的病可好些？阿姨这么惦念舅舅，舅舅很是开心。病很快就会好的。陛下，邓毅批了边郡的折子，已命人快马加鞭送往云中郡。太傅果然不让人失望。阿爷，你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？不知道没关系，舅舅教你。你们俩去那边，你们俩去那边，都给我盯紧了！听说朝廷的奖赏批下来了，你不是便要前去边郡赴任了？明日便启程。太好了，你们梁氏一族能否再兴，就看你往后的建树了。这次能成，也是靠机会。机会？梁家本为戴罪之身，加官封赏亦是有困难，只是好在有贵人扶持，加上朝中局势相护，这才顺利通过。贵人？能够帮到我们梁家翻身的，都是贵人。但我怎么听说，这次的赏赐名单是长公主给的？她与普通女子确实不同。涂点糖霜糕吧。阿爹喜欢吃我做的沙枣糕，我要赶紧做出来。这个馅儿用筷子不好拌，你试试这个。
你和将军分明相爱，却被迫分开了，你为何不承认？我们相爱过，但阿昭不能有一个说某人的母亲，就如同楚灵不能有一个说某人的妻子。你若真为他们父女着想，就别再追问这些。我能否问你一个问题？你可曾后悔过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年离开了他，让他以为自己没有娘亲，深留遗憾的长大。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。可是现在呢？此时此刻，他就在里面，崩溃、绝望。你真的忍心吗？我能做什么？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，还是让他寡尽一身尊荣，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？这簪子本该在他及笄那年给的，我看得出来，戴得很好，替我给他吧。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你送的。将士们备了薄酒，赏你好歹是喝一杯清酒，以后再走吧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，耽搁不得。殿下，哎，丫头着急回家，你拦着做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诸位的好意，我都心领了。殿下，在去路上吃。乡亲们，大军开拔，切莫挡住道路，耽误行程。好意心领了。大人，太傅到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，实乃朝廷栋梁啊。太傅深夜到访，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？本官是来贺喜的。谢大人，望城一役可谓大捷。太傅何出此言？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，当然了，还有九弟冲锋陷阵，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。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，祝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。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？
便是有望接手了。谢大人，好算计。太傅糊涂了，九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，怎可随意离开皇城？再者说了，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？对别人或许不易，但是对谢大人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毕竟你那九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，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，在这魏家村的渊源。太傅，有些话说出口，可就收不回了。哎，谢大人，何必紧张呀？本官只是好奇，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，究竟是谁的手笔？一个疼爱弟弟的兄长，又为何会对真相避而不见呢？太傅若是有证据，大可以去陛下那儿上奏，深夜前来试探于我。我送太傅一句话吧：借谢燕来这把刀，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。谢氏百年基业不倒，自有倒不了的道理。本官只是就事论事。至于这百年根基，若是方法得当，大树也能连根拔起。有趣。太傅，不如你与我打个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就赌明日朝会，你我都称病不上场。试探圣心？不，我是想让太傅看清楚人心所向，谢家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要。好，我下注。阿九，你做噩梦了。你方才看起来很痛苦。无妨，做梦而已。马上就要见到阿爹了，那不是应该开心才是吗？也不是不开心，是害怕。我害怕我阿爹的病。是人皆会生病的，别担心，说不定等我们到了以后，老头的病都已经好了呢。希望真如你所说的。
将军说过，有朝一日你回来，他定会在城门口等你。是，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士，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。可你何曾问过一句我想不想要做将军的女儿？从小到大，别的女娘有双亲照护，而我呢，无人看顾的泥猴。我可曾向阿爹你哭诉抱怨过一句？我不敢向你索求哪怕一点点的关心，因为你太忙了。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，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，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。爹，我与阿寻是两情相悦，与出身又有何干系？女儿不能嫁世家大族，那阿爹为何要不远千里求娶我娘那样的楚度贵女，让她陪着你在大漠虚度一生？你娘的事儿，轮不到你王家平了。那我的事儿你也少管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阿爹，对不起。阿爹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阿爹的眼睛怎么会？军医怎么说？军医不行，我们便找御医，一定可以治好。哎呀，不折腾了。其实有没有这双眼睛，阿爹都能看清楚你的样子，全在这儿呢。其实，眼睛看不见这段日子，阿爹的心里反倒平静许多。或许是老了，总会想起以前的事，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。你长这么大，阿爹竟然没陪过你放过纸鸢，连你的集结地都能错过。那日你离开时说的那些话，午夜梦回之时，阿爹总是反复想起。你说的对，阿爹不是个好父亲。阿爹从来没问过你心里想要什么，也没资格祈求你的原谅。阿爹，不要这么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阿爹，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些残忍的话。5年前我也不应该任性的离开，为给你只言片语。阿爹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哎呀，阿爹从没怪你，何谈原谅？你要是不是那么倔的话，阿爹反倒不习惯了。阿爹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，不是退敌千里，而是生了个比阿爹还倔的姑娘。
望城大节之日，阿弟心中欢喜，让长城代笔写了一首贺诗。明珠韵读，蒙尘久过，岂不尔思？